乾宁2年276年，由于武帝一场意外的病危，当时的一部分朝臣开始蠢蠢欲动，密谋要拥立齐王司马攸。一边是弱智儿童欢乐多，一边是素有贤名字马攸。乾宁2年武帝病危的时候，这些朝臣要拥立司马攸的举动，到底是为要保大晋江山做谋划，还是野心家试图通过拥立大功再进一步，已经没有答案了。其实开国之初，朝中就有人心向司马攸了。武帝病危的事件只不过是大大刺激了朝臣中部分人的野心欲望，这其中也牵扯到了贾充。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老臣，保持自司马昭以来自己在朝中的既得利益，恐怕是他最重要的考量。在此情况下，贾充分别将2个女儿嫁给了齐王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，早就已经确保了其在西晋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但是这些出格的举动引起了司马炎的警觉和猜忌。贾充是何等人物，堪称是西晋王朝开国第一功臣，位高权重，朝野内外颇具威望，党羽遍天下。再加上贾充没有儿子，政治上自然是要向着自己女婿。更要命的是，贾充与前妻李氏所生的女儿贾宝，居然是司马攸的正妻。司马炎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他很害怕，如果自己100年之后，贾充、司马攸这对翁婿联手，傻儿子司马衷会是对手吗？司马炎本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威势，更别说傻儿子司马衷了。这一群开国元勋的分量实在太重，如果自己死后，大臣们弃太子于不顾，执意拥立司马攸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在这种围绕司马衷、司马攸谁接班的恐慌之中，司马炎开始出手了，并且让朝堂越来越畸形。几个月后，武帝病愈，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，首先是罢黜了贾充的兵权。贾充这个老犊子有当年宣皇帝司马懿的影子，不可信。然后封老丈人杨俊为临晋侯，大大提升了外戚的势力。朝野顿时哗然，纷纷开喷说，导致东汉灭亡的外戚之乱在我朝复活了。提升外戚其实是八王之乱的导火索，早在10多年前就埋下了种子。随后乾宁3年277年，武帝大量分封皇子王，加强本支势力，确立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分封原则。什么意思呀？只有我们一支才可以封王，司马攸那一支没有机会了。再然后，任辈分比司马攸高的司马亮为宗室，树立宗室威望，管理宗室成员。武帝的一系列措施目的都是在加强对本支，也就是司马衷的支持，削弱司马攸的影响力。现在贾充给扔到一边了，老丈人给提到重要岗位了，除了我的孩子都不能封王了，宗室由老前辈管理了，只剩下一个关键性人物需要处理，那就是皇帝司马攸。282年，司马炎任命司马攸都督青州诸军事，要求齐王司马攸马上去山东报道，远离中央，史称齐王出阵。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，党争正式开始了。引爆西晋朝廷所有矛盾的焦点，最终都在司马炎强逼齐王司马攸出阵之国这一事件上。这一事件让所有人对司马攸的同情到达了极点，一时群情激愤，最终在西晋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齐王司马攸出阵之国引起了朝堂之上的集体抗议，演变成了公开的朝廷论战，甚至混战。宗室诸王方面以扶风王司马峻为首，无论怎么劝都劝不动武帝，最终司马峻为此气得病发身亡。大臣中以征东大将军王浑为首，一大批人不惜冒死进谏，先后上书的有李喜、杨秀、王继、项雄、宇夫、太叔广、郑默、曹植、郭仪、秦秀、刘敦、傅真。大家提出了3条意见：第一，司马攸留下辅佐太子最合适，你相中的那个司马亮由他辅政不一定就没有风险，司马攸不能走。第二，重用外戚杨氏更是危机，西汉有吕氏专权，东汉有党锢之祸，外戚不得干政，干政就会出事儿。桓灵2帝为了处理外戚宦官士族的关系，把江山都给亡了，你司马炎为啥要开历史的倒车？第三，你看看外戚杨俊那伙人的德行，他有什么本事位列3公，有什么本事辅佐太子，凭什么霸占中央高位？我们要求贤明的司马攸留在中央，拱卫皇权，压制杨俊。王浑因此提出折中的办法，由齐王司马攸、汝南王司马亮、外戚杨尧共同辅佐太子，相互制衡。司马炎的2位姐夫贞德与王继也是苦口婆心的劝不动，还发动老婆，就是司马炎的姐姐来劝。结果司马炎更是大怒，怒斥贞德、王继是多管闲事。
司马炎很愤怒，后果很严重。但是这还没完，西晋的知识分子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名词，叫做朱博士请留司马攸构造议论案。司马炎让太常官们研究研究齐王去山东应该带什么礼仪器具，到时候一块准备好。没想到太常博士、傅真等7人联名上表说，齐王出阵不符合旧制，这些礼仪器具我们不批，直接将此次的党争推向了高潮。在这插播一条，博士祭酒曹植是陈王曹植的儿子，现在在我晋上班。看到司马攸如此贤明，却被哥哥如此刁难打压，甚至要外放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老爹曹植被曹丕打压的场景，7步之内做不出来诗就要杀人，不由得心如刀绞，痛心疾首。他愤怒地说道：司马攸如此之才，如此之亲，你不留着他拱卫皇权，辅佐太子，还把他轰走，你们带劲快完犊子了。文公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武斗。杨秀是武帝少年好友，特别是在武帝继位的时候立过汗马功劳，为了这件事儿也不惜与武帝决裂。由于策划齐王出阵是外戚杨氏里面的杨瑶，杨秀、王继等人四处寻找杨瑶，准备直接自己上手砍了他，物理消灭这个祸害。司马炎听说之后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将杨秀贬为太仆，轰出权力核心圈。杨秀就这么被活活气死了。像杨秀这样叠满了 buff， 少年挚友，从龙元勋，政治盟友，禁军统领，治国大才，泰山杨氏，也扭不过武帝决意排挤司马攸的决心。哎，司马炎可真是制毒情深呐。这场政治风暴随着齐王攸在3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的画上了句号。司马攸的去世也很离奇，按说朝廷都乱到这个程度了，司马攸该识点相，赶紧去山东了吧？但是他已经病倒了，不想走，想给母亲王元姬守坟。武帝派人过去给司马攸看病，病好了麻利的走，但是太医们都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，回去汇报说司马攸没生病。武帝由此就更是严厉地催促司马攸上路。就在这种病情恶化之下，司马攸故意强撑着身体去给武帝告辞，并且衣冠严整，举止如常。司马炎一看，哟呵，你还说你有病，身子骨比我都硬了，赶紧走。最终结果是，还没出发，36岁的司马攸便吐血数升，暴毙而亡。从表面上看，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，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治隐患。但是在胜利背后，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无法消灭的裂痕，君臣双方都输得一败涂地，被撕裂的西晋朝廷付出巨大代价。首先是武帝后期最具才能、最靠谱、最冷静的政治家张华被排挤外放，其次宗室之中名望最高、最具才能的2位亲王司马攸、司马骏先后过世，尤其是扶风王司马骏最适合留下辅政，结果却早早的忧愤去世。武帝小圈子里的自己人杨秀、王继被贬官，亡魂失去信任，本来就做不到君臣2不疑，现在连自己人的核心圈子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。重臣项熊悲愤去世，郑默、曹植、吕夫等9人被免官，最能干的10几位朝臣中坚力量被一扫而空。外戚杨家里面，杨瑶也算是有本事的人，但是杨瑶已经深感杨家风头太盛，将来恐遭不测，于是2次主动向武帝请辞。这场党争让本来就存在不少隐患的西晋政治结构，更是迎来了伤筋动骨的损害。士人官僚阶层对于外戚杨氏主导的这场放逐司马攸厌恶至极。司马师死后本来就震慑不住的世家大族，对司马炎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兴起大狱更是反感，双方的合作基础和意愿进一步降低。帝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西晋朝堂格局被打破，能用的只有志大才疏的外戚杨俊和哪儿都不过关的司马亮。司马懿族最具威望的2位宗室王司马攸、司马骏先后撒手人寰，也为后来的八王之乱时司马氏的群龙无首埋下了祸根。傻儿子啊，司马衷，为了除掉你叔叔，你爹司马炎可谓是将满朝栋梁尽数拆毁。但是给你留下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外戚里面留了杨俊，是3杨里面最废物的，你爹还没死他就动了歪心思。宗室里面留下了汝南王司马亮，是又怂又贱，面对压力时一溜烟跑了，没有拱卫你，更是再后来开了八王之乱的头，更别提给你娶了个好媳妇贾南风。司马攸去世于283年，距离武皇帝司马炎去世还有7年。至此为止，西晋已经埋下了1意识形态堕落，2主体民族下降与胡人南下，3阶级固化，4德国不正与司马昭、庞之继位，5接班人弱智与妖后贾南风上位。
6. 外戚杨氏上位。7. 宗室野心家司马亮上位。8. 齐王出阵导致骨干官僚去世或边缘化。9. 党争和朝廷分裂等等的 buff。 但是还没完，还有好几个更可怕的雷还没安上。这些雷会在武帝司马炎去世前安置好，并且在1年之后一起引爆，带着朱、贾、杨、司马一起完蛋，以及带着第一帝国和中华民族一起沉沦。最后来点阴质的东西，眼看着父亲司马攸不断被皇帝打压，直至一步步逼到吐血而死。司马攸年幼的儿子司马囧在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阴霾的种子。武帝来悼念父亲的时候，司马囧对着司马炎嚎啕痛哭，控诉太医谎报了病情，害死了父亲，悲不自胜。仇恨只能用血来洗刷，他积蓄力量，隐忍不发，暗中观察。10几年后，司马囧联合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颙起兵，也参与到了八王之乱中。最终，司马囧攻入了京城，活捉了当权者司马伦。随后，他住进了当年父亲的宅邸，救齐王府。洛阳城久违了。Over。